有些车一眼就让你想到气质2个字，不吵不张扬，但却总能在细节里让你心动。今天要分享的车是凯旋 Speedtwin 1200。好，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下 Justin， 对，他的这台 Speedtwin 1200，对。那你要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当初会选这台 Speedtwin 吗？当初我纯粹是意外，原本是那个学妹讲在看一些入门红牌，然后总之就是意外到展间，然后就看到这台车，然后当初的梦想就是想要一台双表的，但是我双表我又不想要太复古的车，然后就看到这台车，然后就说有料然后就跑来买这台车，总之那一切就是很突然，就是我对台车当初的时候完全没有做任何研究，我就是喜欢，就是看到我就买了这样子，我连试乘其实就只绕了1-2圈，我就说。我那时候就跟我爸说，就是这一台外形太好，就外形，就是绕一圈，我觉得，我才绕一圈，我就记得我跟我爸说，我喜欢这一台车，然后绕第2圈说，就这一台车，我就不管。所以你都没有看其他的车？那时候当初就有看 R7一些比较入门的车，但说实在还好，原本是看 Triton 660的，然后后来就是看到这一台，就直接跳公升级。因为这台之前你还有2台车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台 CBR60然后一台 KTM 390 Duke， 都是入门款。然后反正其实我这3台车都蛮跳痛的，有时候我也自己搞不太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车，就是每个时期喜欢的车都不一样，那换一换就知道了。对，换一换就知道，骑过就知道了。这台车其实我全部都几乎没怎么改，我只是改了后避震。因为要说这台车的缺点的话，我就是觉得它的原厂后避震真的不太行，前面是倒叉，我觉得很够用，就是后避震是当初，因为它其实双枪就有个缺点是，我在过任何弯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压缩会不准确，对，它不像单枪一样。那当初原本我换了一款基础的那个避震器，对，当初觉得够用，大概提升30%体感啦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还是想再更好，就是想体验看，因为我没有换过挂屏的避震器。然后后来就是换了这一组K-Take， 就是 K-Take， 对，它就简单来说就是曼岛 TT 御用的，然后就是上面有给你一个英国国旗，对，我就觉得蛮酷的，我就换了这一组，加上我的选择也不多，因为欧林斯黑色的还要再加价，我就不喜欢我花钱还要再加价换一个颜色而已，对，然后就换这一组，然后载我女朋友啦，她自己说那个提升大概就是80%-90%。就是我光载它就觉得很有感，支撑性变得好很多，对啊，然后剩下就是一些，这边好了，细节的部件的话，其实远看没什么，但是近看的话都是给你法丝纹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一些小巧思，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很像假的花油漆挂在那个，然后英国车就是那凯旋这台车啦，它。整体那个部件都收得很集中，不会很多让你乱的地方看在外面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让你看起来有一种比较绅士的感觉，跟日系的复古车不太一样，就是各有各的感觉。它比较紧凑一点，对，比较紧凑一点，不会让很多杂七杂八的先让你外露在外面。应该说它藏得很好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比较特别，像端子镜吧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有改，但其实它原厂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端子镜，对。但这组端子镜原厂很贵，对不对？超贵，因为我原导过一次，它那时候原厂报价2000多还是3000多，我也忘记了，反正一堆加起来也要6-7千块。对，所以之后我会好好注意这个端子镜，因为这台车买的人也不多，我要收我也收不太到，改装品也不会这么好看。对，不会那么好看。我就是喜欢它这个型，对啊。然后我发现它很多地方都有凯旋的小巧思，对，然后头灯中间有一个一个凯旋卤素灯泡给你，就是全部原厂。然后因为我喜欢复古车，但是我希望它有一定的动力在，所以钢丝框对我来说还好，我就是喜欢这种比较结合一点运动性能，但是它主要外观看起来又是复古的车，对，因为像XSR 900就是。你看还是会有一点很运动的气息在里面，这台我觉得藏得蛮好的，蛮内敛的，对。然后马力又刚好给你100匹，它100匹，它刚好100，嘟嘟好100匹。所以当初也有看这一台的900cc 的版本，对，因为900cc 它是单表，
那单表其实我不介意，只是当初真要签约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查了一下，他跟我说，900cc 5档哎，然后我想说真的还假的，然后我就问一下业务说，900cc 我现在要签的这台车是5档吗？他跟我说对，然后我说我花了60几万多少，我要买一台5档的车，不是说5档不好，就是我心里过不了那个坎。我说那你给我1200好了，因为反正就差价差也没多少，也不是说没多少，但是我就宁愿加价买一台6档的车，我也不想买一台5档的车，感觉问题啊，我就觉得少了什么。虽然我6档我骑到现在我也用不到1两次，坦白说6档我很少用到，因为我不太常骑西宾。那它骑起来调性的话就是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它的顺跟日系的车的顺不太一样，它有一种有一种节奏在里面，但是它又跟美式的车不一样，就是它独有的。对，独有的凯旋独有的感觉。我刚好骑了一段，对，然后它真的是很顺，真的顺。它的油门我也不知道在顺几点，就它不会有那种好像爆发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它就是顺顺的拉上去。可是你顺的时候，你又莫名发现你的那个速度已经比你想象中预期还要多，对，而且一回油就有那个触媒那个爆炸的声音，蹦蹦蹦的声音，蹦很好听，超爽。就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吵，因为像我回家那种晚上，像我现在等一下回去晚上的时候，那个有时候我怕巷子会出来complain 这样子，因为有时候回音会很大声，对，回音很大声。我有1两次就是晨跑，大概5点多4点多的时候，我又怕吵到人，有时候把车牵到很外面去，因为如果我在家里那个车库发动会超大声，不是说它到多少，反正它就是相对来说蛮大声的这样子。我有时候就是会拉到那个十字路口去，我再开始那个发一下，我不想等他热车，就直接跟他骑着，怕吵到住户。但他应该不会很难推吧？其实他推的时候比想象中还要重，比想象中还要重。对，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在前面，对它前后的时候会比较重一点，对。但是它骑起来的时候又不会让你觉得很重，反而很稳定，骑起来前后移动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很有分量，会觉得有一点压力。坦白说，我觉得有一点压力。像例如说，我可能在这种小巷子啊回转的时候，会有点小压力。但是骑的时候，你又不觉得它重，对啊。像你可以稍微坐在上面，然后你稍微前后用脚垫的话，就可以感觉出来。让我稍微示范一下。对，因为它虽然是街车，但以我175公分的时候，还是要稍微我穿车靴，我要稍微微垫脚尖。那我可能在前后的时候，可能还是要稍微这样撸，对，还是有点重量在。重量感。可是骑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，重心我觉得偏前面吧。对啊。那这台车双载的话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双载很舒服，但是它的坐垫其实蛮薄的，加上它的把手没有到很低，但是也是偏低，所以你在骑的时候后座它其实没有什么扶手可以抓，它只能抓这下面。对，它没有特别，它没有扶手，它没有扶手可以抓，所以要抱前面的那个，可能就是要扶前面的油箱。它其实没有到那么舒服，而且久的话，其实它这个太薄了，有时候骑会那个后座会屁股很痛。不过它相比于我上一代，听说啦，听车友说我也不确定，有加厚一些。对，那新款的像最近出的，因为它现在前几个礼拜吧，就是刚出的新款的 Speed Twin 1200，好像有出 RS 版本吧，我也不确定它会不会比较好做。对，这样。所以这台是几年的版本？这台是2023年，我那时候看2023年，对，骑2年多了。那最新款的好像都是换前后欧林斯，会比较羡慕啦。但是看到那个价格，我会觉得价格贵很多吗？好像变成85万，好像。然后这台是当初好像是70多，74.8的样子。对，就配备升级，但是又多涨贵10万块。对，那这一台的配备，说实在的，以这个价位来说，没有到很好，因为它简单来说，我只有3段动力模式，然后 ABS、TCS 就这样没了。我没有快排，我也没有定速巡航，然后就我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相比于我比较复古一点，可能 T120吧100好像有定速，然后也有他们有些就是
这个价位我还可以买到什么有快排的啦，有什么弯道 ABS 之类的车，也许啦。对，如果说花到74.8这个价钱，我觉得单就以配备来说，我觉得它没有到很好。虽然它可能给你前后的 Brembo 的卡钳，然后给你导叉，但其实就仅止于这样。如果相比于可能 XSR 900的话，可能会少一些。对，它的运动性没有想象中到那么好。就一些车评来说，可能甚至 CB 1100吧，那种很复古的阿北车，运动性听说啦，比我这一台好一些。对，但我没有骑过 CB 1100，我也不确定。但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它的小巧思在。对啊，那个法丝纹啊，对，它全部部件都法丝纹，然后特别讲一点，就是因为它现在是导叉。那导叉的话，它还帮你做一个，就是有点类似拼装的感觉，在上面，然后还有就是类似帮你挡泥的那种感觉。一块那个黑色这一块，对，帮你做挡泥，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小贴心的地方在这边。然后正面看的话，它的排气管它不是帮你做直直的，它是有点围绕出来这样子。因为要正面看的话，哦，真的耶，对，它是有一个弧线在这边，然后往后延伸，我会觉得它独有的美感，它不是像一般这样子排气管是直的出去，它是这样子绕出去，斜上出去，那感觉就很爽，真的很爽。对，那现在可能唯一遇到问题就是，因为有些人会喜欢排气管抛光嘛，有时候我这边抛用力一点，那边抛薄一点，然后就是现在就是颜色有点不一致。虽然我骑着我只看到一边啦，看起来还好啊，看起来还好，但是比较在意的话就是这样。那你觉得你买这台车到现在还满意吗？因为之前过往买车经验大概是骑1年就换车，这台车有撑到2年，应该是不错了。那前阵子很想换车，很想换那个愤怒鸟1200，就突然有一股冲动，很想骑那个运动型的跑车这样子，然后街车运动型的街车，然后后来这台车有一阵子我没有骑它，因为天气太热，然后加上我又比较晚起床，我不喜欢晨跑，因为太累了。我喜欢睡饱再出门。它会比较烫，对，稍微烫一点，没有到那么夸张，但就是会稍微热。然后我有一阵子没骑，那有一次，跟别人车聚吧，晚上车聚，我就已经大概是2-3个礼拜，因为那时候前阵子又一直下雨，我就没骑。然后我在骑这台车的时候，那个当初的感觉又有点找回来，我觉得这台车好像又不错，对，又不错，就是一阵子没骑之后觉得它很棒，因为之前几乎都是假日我就会假日骑久有时候会有一点腻的感觉，但是休息一阵跑2万多了，对，2万多了，休息一阵子就发现超爽的，那个感觉又找回来了。那我觉得会选这一台车，就是第一个简单来说就是独特吧，因为会买这台车坦白说不多，可能都会选 T120或 Trust 的那种，就是要更咖啡一点、更战斗一点的，或者是更轻松一点的。那这种比较介于在中间值的，可能会选择人不多。因为路上看，其实会买的也真的没有到几台车。对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可能就是独特性吧。因为你说要配备，一定有更好的选择。你说要复古，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复古的造型，因为毕竟它不是钢丝框。所以我觉得唯一能拿来说的点就是独特性。大概就是独特性吧。不想跟别人一样的车，然后又想要低调。但是又稍微有点动力，不能说它动力到很强，但是稍微有点动力的车，对，它很有质感，对，质感在里面，真的有它那种英伦风的感觉。对，虽然是泰国制，但是反正懂的人我就跟他说是泰国制啊，不认识的车我就跟他说是英国车。有时候犹豫到底我要讲英国车还是泰国车，但就看情况了。对啊，可能有人说凯旋的妥善不错，目前来说是不错，但就是这台车有遇过的问题，就是太热，然后的那个搭档杆的那个欧环啊，融化嘛，就是脆化，因为太热了，那个橡胶的东西就脆化掉，然后原厂叫料超久，久到一个不行。我后来是直接去外面叫，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到了。对，可能就是安插备料，对，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。我自己的经验最贵的永远都是轮胎。对，那因为有时候太喜欢骑这台车，骑一骑就没几千公里，我就换一条轮胎。一换下去，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我要换就是要换一对，我喜欢那种一致性。对，就是
浪费钱的一致性，我就想我后面可能还有肉，但是前面没了，但我就想2个一起换，那一换下去可能就是1万多块就跑掉了，可能薪水就少了可能几分之一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永远是轮胎啦，但克制一下自己骑车的那个欲望，应该会比较省钱。大致上来说，其实就基本换油换水就这样，没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。再来就是，它原厂的东西很贵，超贵，我也不知道在贵几点，不知道是镶金还是怎样，就是尽量避免倒车，可能保险保高一点，因为像我就是车体险有保下去啦，对啊，剩下就没什么太需要担心的东西。